办公室真重生了。周总，我妈妈生病了，需要10万块钱做手术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我知道你也喜欢我，只要你愿意帮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张舒娜，我重生到了3年前张舒娜勾引我的那天，太好了！这一世，看我怎么玩死你！你确定？做什么都行。很久没这么爽了，伺候的不错。我吐了。周泽楷一向温文尔雅，好拿捏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禽兽了？给你的奖励。谢谢周总。我知道妈妈没病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就是愿意给你钱。这张卡里有10万，随便花。周总，你对我可真好。当然，来日方长，我一定会好好疼。10万，这就10万？当然了，就凭我的颜值跟身材，哪个男人见了能不你的吗？亲爱的，太棒了！只要我稍微使点手段，周泽楷那个混蛋还不是乖乖给我钱？果然啊，这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。亲爱的，不如我们趁热打铁，尽快实行第2步，把周泽楷给吃干抹净。泽楷啊，最近工作辛苦了啊！我帮你准备了一批高级人才的简历。陈亮，这是我表哥，MBI 高材生，既是学霸，能力又强。我想着让他进公司当个项目经理什么的，也能帮你分担一下压力嘛。这对狗男女真是急不可耐，这么快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。好，那就让他来当总经理吧。总经理啊，这不合适吧？我相信你，你找的人，放心。大冤种，引狼入室还帮着数钱，等着吧，老娘要把你吃得干干净净。周总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哎，舒娜又不是外人，有什么话当面说。张秘书介绍过来的陈亮，学历是伪造的。你胡说！我介绍过来的人怎么可能有问题啊？泽楷，他这分明就是造谣生事。陈亮根本不是什么 MBI 高材生，而是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小混混。还有张舒娜的私生活极其不检点，之前还做过夜总会的小姐。他们不是表兄妹，而是情人关系。周总，他
他们混进公司接近你，肯定有阴谋。你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，更不要做对不起嫂嫂的事情。我建议立即将他开除。被开除了。我说的是你，我说的是你。周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一心一意为你着想，你怎么能开除我呢？舒娜不仅是我的贴身秘书，更是我心爱的情人，我不允许任何人诋毁她。可是我真的看见他们两个偷情，公司里面还有很多同事都看到了，他们都可以作证。胡说！陈亮是舒娜的表哥，他们怎么可能偷情？看你就是嫉妒。你现在马上说完离职，我以后再也不想见你。泽凯，谢谢你愿意相信我。宝贝儿，你是我最爱的人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那为了感谢你，今晚去你家。上一世，我竟一时糊涂，把她带回家偷情，被她偷拍抓到把柄，最后逼得我和我老婆离婚。这一世，我要换个活法。我想看你跳舞，你最擅长的那种。讨厌。泽凯，你就不怕你老婆回来看见？放心，我早就给她发过信息了，她马上就会来。什么？张淑娜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狐狸精，你敢勾引我老婆！大姐，饶命啊！泽凯，泽凯，你救救我！是呀，忘了说了，我老婆可是个出了名的母老虎。泽凯，你救救我！贱人，你敢勾引我老婆，我杀了你！李佳璐，你太过分了！我过分？周泽凯，你偷情都偷到家里来了，到底谁过分啊？你说，是要这个狐狸精，还是要这个家？妈妈，我好害怕，你快把这个坏女人赶走。对不起，老婆，对不起依依，只能委屈你们了。林佳璐，舒娜才是我的真爱。这么多年，我跟你只是凑合过日子，直到遇见了舒娜，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做爱。周泽凯，你这个负心汉，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黄脸婆，你听清楚了没有啊？泽凯他爱的人是我，你不过就是个母老虎，你根本配不上泽凯。要不死你！有完没完？舒娜说的一点也没错，
你就是个母老虎，早就受不了你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是要跟你离婚。是的，你现在要为了这个贱女人跟我离婚？周泽楷，我们10多年的感情，你现在要跟我离婚？没错，我不但要跟你离婚，我还要让你净身出户。你把我的钱都留给舒娜，你1分钱也别想得到。妈，爸爸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不要离婚，我求求你了。里面怎么样了？要不要我去救你？不用，比预想中还要顺利。周泽楷已经被我顺利拿下了。泽楷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我求求你，看在女儿的份上，你不要跟我离婚好吗？今天的事情我就当没发生过，我求求你。坏女人都是你勾引我吧的，快滚出我家！你个小野种，你爸爸已经不爱你了，他爱的人是我。我马上呢就要给你爸爸再重新生个儿子，不像你是个便宜货。周泽楷，他欺负你女儿就这样坐视不管。舒娜说的没错，要怪就怪你没给我们周家生个儿子。你现在马上带着依依给我滚出去！也许这样，我还能念在旧情的份上，赏给你点生活费。周泽楷，你后悔的心。这个贱人，她只是图你的钱财，你迟早会还。我们走。老婆，女儿，原谅我，很快你们就会知道我的良苦用心。谢谢医生。娜娜，医生怎么说啊？放心吧，宝宝很健康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要当爸爸了。一想到周泽楷那个亿万富翁要给我当接盘侠，我就激动。娜娜，你说咱们会不会太顺利了？顺利的不太正常呀。哪儿不正常啊？娜娜，周泽楷这么蠢，他是怎么获得亿万身家的呀？哎，该不会里面有什么问题吧？放心吧，这男人越有钱他就越好色，越好色他就越蠢，只能怪老娘我太有魅力了。对对对，要不怎么说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呢？接下来只要告诉他我怀了他的孩子，就可以把他的公司房产、公司法人还有股票通通转给我，这样咱们就大功告成了。对呀，走。泽楷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怀孕了。真的？哎呀，娜娜，太好了！我真是太爱你了。可是，你看啊，我们孩子都有了，我连个名分也没有。你说，万一老婆死活不愿意离婚，那我可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早就安排好了。这是我公司全部的财产，我准备把一切都转移到你名下，这样即使那个黄脸婆来找我分家，也别想拿到1分钱。天哪，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100倍！周泽楷真是个十足的蠢蛋。你做梦都想不到吧，会这么轻易的得到我的所有财产。
我已经让法务做了转让协议，你只要签了它，就算走完所有流程。泽凯啊，签了它，你可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啊？娜娜，我不是还有你的吗？娜娜，你不会背叛我吧？我当然不会了。泽凯啊，你放心，有我和表哥帮你打理公司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的。到时候等你离了婚，我再把财产转给你，你快签吧。贱人，哼，你可真是急不可耐。好，逆子，你不能签！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逆子呀，你为什么要和佳璐离婚？那么好的儿媳妇你不要，那么乖的孙女你不要，原来都是因为这个狐狸精！老东西，你骂谁狐狸精的你？就骂你狐狸精，专门破坏别人家庭的臭小三儿！什么小三啊？难道你们没听说过一句话啊？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小三，只有不够相爱的夫妻和不被爱的人。周泽凯他选择我，只能证明他更爱我。你放屁！那个恬不知耻的小婊子，看我不打死你！爸妈，这是公司，不是你们胡闹的地方。儿子，你糊涂呀！这个张淑娜勾引你，就是为了骗光你所有的财产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她呀！妈，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。我纵横商海10几年，谁能骗得了我？这个婚我是离定了，财产只是暂时转移到舒娜名下。回头我们结了婚，不还是一家人吗？你个孽障！你这是色迷心窍了呀你啊！爸，我没有。舒娜她怀孕了，没准还是个男娃呢。您不是一直想抱孙子吗？不结婚怎么抱孙子？我们周家就是断子绝孙，也绝不允许这样贪腐假正人。你知道这肚子里怀的是谁的孽种？你能说得清楚吗？老东西，你说什么呢你？我告诉你啊，你骂我可以，骂我孩子不行。爸妈，你们别逼我。如果你们执意阻止我和舒娜在一起，怪儿子无情。老头子，老头子，泽凯，你非要把你爸气死不成？你要是敢签字，我们老两口就和你断绝关系，从此以后你再也不是我们周家的人。你断就断，我决定了的事儿，谁也不能改变。你到底造了什么孽，生了你这个不孝子？爸！来人！送我爸去医院，快！是。爸妈，为了报仇，只能暂时委屈你们了。周总，你真的要把公司和财产都转给张淑娜？你真的要这么执迷不悟吗？你们要造反吗？对，我以总经理的名义命令你们，你们都给我出去干活去！表妹，真以为你们做的那些丑事没有人知道吗？周总，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表兄妹，而是一对奸夫淫妇，接近你只是为了图谋你的公司和财产，这些都是公司监控拍下来的铁证啊！陈总，舒娜，这照片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哦，这些都是假的，是合成的。他们呀，就是看我寄生在外出一计，所以才诬陷我和表妹的清白呀。周总，这照片就是我从监控室里截的，我那有视频，视频总不可能作假吧？
没错，陈亮和张淑娜不但在公司里乱搞，而且利用总经理职务之便挪用公款。我这里有证据，请周总过目。陈经理，你上任1个月，挪用200万公款，你好心急呀！你知不知道这样是要坐牢的？是我一时糊涂，您饶我这一次。那个泽凯，表哥他不是故意的，你放过他这一次吧。那么紧张干什么？都是一家人，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以后想花钱，随时跟我说。周总，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丑事，你也能忍？我跟了你10年，对你忠心耿耿。我向你发誓，这对狗男女只是图谋你的财产。如果你签了字，你就完了，公司也就全完了。我向你发誓，这对狗男女只是图谋你的财产。如果你签了字，你就完了，公司也就全完了。我爱娜娜，就算是飞蛾扑火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以后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了。周泽楷，如果你执意这么做，我辞职。我也辞职。我们都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！不愧是陪我一起创业的功勋元老，忠心耿耿的。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3、2、1。喂？什么？泽凯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勾引你，求求你把公司的财产还有法人都收回去吧。我反击的时候到了。泽凯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把公司的法人收回去吧。奇怪，张淑娜刚刚明明还很嚣张，怎么现在突然给周泽楷跪下了？太反常了。按理说，像他这样的人，拿了钱不应该去潇洒快活吗？怎么可能跪求周泽楷收回公司法人呢？莫非是有什么把柄在周泽楷手里？淑娜，到底发生什么了呀？你没有必要给他跪下来呀！你不用管我，泽凯，你就把法人收回去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去哪儿了？我不应该骗你，我确实在夜总会做过小姐。果然如传言所说，张淑娜真的在夜总会当过小姐。怪不得看起来那么浪，原来这男人呢，一勾一个准。泽凯，虽然我在夜总会做过小姐，但是我对你是真心的。我前面那些都是在考验你，我求求你，你现在能把法人收回去了？那我当然相信你了。我那么爱你，送出去的东西舍得要回去呢。泽凯，你不能走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能走。周泽楷，今天有我在，公司法阵你没有资格带走。你确定？你真要这么做？当然，公司法人和资产都是我们的，你休想带走。我想你误会了，公司资产和法人我根本就没想要拿走，你们好自为之。泽凯，你不能走。淑娜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呀？你没有必要对他低着牙齿的呀。陈亮就是要把法人还给泽凯，你别在这捣乱。淑娜，你为什么打我呀？淑娜，你难道忘了吗？这一切都是你和我从周泽楷手中辛辛苦苦骗来的，你怎么能轻易还给他呀？真是大言不惭啊！你们这么费尽心机的骗我，到你们嘴里成了辛辛苦苦了。对不起，泽凯，我真的不应该骗你。既然你们这么辛辛苦苦的把公司骗到手，那就
周德凯，我不管苏娜说什么，今天公司法人我绝对不可能还给你的。陈亮，不用你管，我是公司老板，我说了算。泽凯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我能做主，只要你肯把法人收回去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对，你忘了吗？我怀孕了，为了我能安心养胎，你就把法人收回去吧。我确实不能太过操劳，所以法人还是还给你比较合适。对呀，舒娜，你肚子里还怀着我的骨肉呢，我怎么能让你这么辛苦呢？这么说，你愿意把法人收回去了？对呀，周泽凯，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？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。舒娜，陈亮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趁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不知道快活了多少次了。你早就没有戴绿帽子了，居然还傻傻的相信孩子是你的呀！不是这样的，泽凯，你相信我，这个孩子绝对是你的。你听到了吗，陈亮？舒娜说这个孩子是我的，你少用这种低级的谣言来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你放屁！孩子是我的，我有证据。陈亮，你别在这瞎说，我的孩子我最清楚，孩子就是我跟泽凯的。舒娜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呀？孩子明明是我们的，你为什么说是他的呀？舒娜，我们明明说好了，等我们把周泽凯的公司法人骗到手，我们就好好养育我们的孩子。你忘了吗？笑话！你别在这瞎说，孩子就是我跟泽凯的，要养育也是我们两个一起养育。陈亮可真是个小子，张淑娜都承认不跟他有关系了，还上个人脸去舔。果然，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好，你到现在还不肯承认是吧？这是我和孩子做的亲子鉴定，匹配度99.99%。这是我和孩子做的亲子鉴定，匹配度99.99%。这孩子呀，是我的！你居然瞒着我去做亲子鉴定！泽凯，你别相信他，这份亲子鉴定绝对是伪造的。舒娜，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肯承认孩子是我们的呀？医院的亲子鉴定可不能随便的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那这孩子铁定是他们俩的。舒娜，到底怎么了？你跟我说呀，舒娜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问题？你告诉我，我们一起解决啊！孩子是无辜的，你不能不认的呀，舒娜。该说不说，这陈亮虽然可恶，但对张淑娜是真的痴情呀。差点都把我感动了。泽凯，孩子虽然是我和陈亮的，但那都是他强迫我的。我只是犯了每一个女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。其实我爱的人是你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可以现在立刻就去打掉孩子。舒娜，你说什么？你居然要为了他打掉我们的孩子！你给我闭嘴！这是我的孩子，我想打就打。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怎么说，这也是一条无辜的小生命啊！我不允许你打掉他，我能接受你，我也能接受这个孩子。孩子的爹由我来当。我没听错吧？这孩子明明是别人的野种，还喜当爹，这不纯纯接盘侠吗？张淑娜都把他骗得团团转，现在他居然要接受他和别人的野种？难道这就是爱情？你是休想！孩子是我和舒娜的，我才是孩子的爹。陈亮，你不要再胡搅蛮缠了。这个孩子是我的，谁当爹我说了算。舒娜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，舒娜？我们明明已经骗到他的法人了，你不用拿孩子去套他了呀，舒娜。陈亮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舒娜最爱的人是我。舒娜，难道你真的有了钱就变了心了？既然他以前能背叛我，现在也能因为钱背叛你。泽凯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，我不是都说了吗？那些都是对你的考验。陈亮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是变心了，我是压根儿就没有喜欢过你。你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长得歪瓜裂枣的，我怎么可能让你这种丑八怪当我孩子的爹呀？舒娜，我求
看在我是还是爹的份上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他有的，我也都能有呀，我可以全部都给你，叔呢，我发誓。叔呢，我发誓，我可以为了你，我对郑龙，我对可能比他还要帅。叔呢，叔呢，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，包括我这条命。叔呢，我不能离开你啊！你不能离开我，我不能没有你，叔呢！叔呢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，叔呢！你给我闭嘴！就你那仨瓜俩枣的，我还看不上，你赶紧给我滚！泽凯，别让他捣了我们的胃口，我们走。陈亮啊，陈亮，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像你这么痴情的男人啊，真是让我太感动了。我周某人自愧不如。泽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很明显啊，陈亮才是你的真爱，所以我决定成全你。可是你有没有听过“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；贱人配驴，至死不渝”呀？你信吗？泽凯，叔呢，叔呢，你不要听他的，他就在耍我们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叔呢？不，一定是泽凯还介意我怀了陈亮的野种。叔呢？叔呢？你要去哪儿？叔呢？滚开！你别跟着我。叔呢？你们现在还打算走？周泽凯，虽然刚才你的戏不错，但是你的事业已经完了。我们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让张收娜朝你下，但是现在公司还是他，我们也没有必要留下。周泽凯，你现在后悔也晚了。周氏集团的事业是你亲手葬送的，我们这些功勋元老也是你亲自赶走的，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一个张淑娜。为了张淑娜，你辞退跟随你多年的员工，还对不起你老婆。你问问自己，做的这一切真的值得？我很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。别说了，当我们摘下工牌那一刻，已经对你彻底失望了。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看在曾经一起共事的份上，周德凯，我劝你赶紧找份工作，以你现在的能力，还有机会东山再起。不过，千万不要再被张淑娜这样的女人骗了。你们是不是真的以为我被那个女人骗了？你公司的财产和法人都转账了，你这不是被女人骗是什么？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周总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您的操作是我至今为止见过最伟大的操盘。周总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我一直以为你会为了一个女人把公司财产都给败光了。周总，我们还想继续跟着你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不过不是现在，回去等消息吧。好的，周总。泽凯，我刚刚已经把孩子给打掉了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现在能相信我是真心的了吧？陈亮，他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。村长，难道真的把孩子打掉了？当然了，这个小野种一天在我肚子里，我就一天不得安生。苏娜，你糊涂呀，苏娜！苏娜，我们把周子凯骗得这么惨，你以为就把孩子打掉，他会原谅我们吗？泽凯，你会回心转意的，对不对？你会回心转意的，对不对？既然你肯离开这个有你的混混，我愿意给你一次机会。泽凯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还是爱我的。周泽凯肯原谅我，那接下来收回公司法人就不是问题了。我绝对不能让陈亮搞破坏。陈亮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泽凯他已经原谅我了，你就不要再胡搅蛮缠了。不是这样子，苏娜，你听我说，他根本就是在耍年轻我，他对你是真心的。苏娜，快滚！我不想再看到你了。好，周泽凯，你抢了我的女人，害我失去孩子，我跟你拼了！反了天了！这是我的公司，我说了算。你现在给我滚！好啊！
舒娜，苏娜，苏娜。泽凯，现在既然你已经原谅我了，那公司的法人你可以收回去了吧？当然可以，不过你要满足我一个小小的要求。什么要求啊？去我家。去我家。那个泽凯，我是很想去，但是医生说我刚刚打完胎，还不能。你不去，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诚意呢？我去，但是你得答应我，你得轻点。泽凯，咱们就在这儿啊？当然了。你老婆那个母老虎，不会又突然冲出来把我打一顿吧？你放心，她一定会来。什么？舒娜，你知道的，为了你，我深深的伤害了我的老婆。只要你能够向我老婆赔个罪，挽回我们的夫妻感情，我保证收回公司法人。原来你把我叫过来是为了这个啊？不然呢？你以为呢？你们居然还敢来！嫂子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勾引泽凯。我今天来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。你干什么？少在我面前演戏！嫂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原谅我。嫂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原谅我。你原谅我！嫂子，泽凯他真的是个好男人，他对你们母女是真心的，要怪就怪我。泽凯他只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，是我勾引的泽凯。我发誓，我自愿退出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介入你们的婚姻。老婆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今天来就是特意给你道歉。周泽凯，你说离婚就离婚，你说和好就和好，你知不知道爸妈都被你气得住院了？还有，女儿在学校被人指指点点，她的同学说她爸爸是个渣男，为了一个狐狸精抛妻弃女。老婆，让你们受委屈了，我保证我能弥补这一切。怎么弥补？你被这个贱人骗去了法人和全部财产，现在恐怕已经一无所有了吧？嫂子，你别担心，公司的法人我可以还给泽凯的。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好心，千真万确，我现在就可以退。够了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们，你们就是在演戏，想要故意骗我。我真的没有骗你啊！这个是泽凯的银行卡哦。这个是公司的法人转让协议，只要泽凯点头，我现在就可以还给他。公司这么多财产，怎么可能只放在一张卡里？就拿一张破银行卡，你们想要骗我，休想！嫂子，银行卡是真的，法人我也是真的想还给泽凯。你费尽心机把他的法人骗到手，现在忽然又要180度大转弯还给他，傻子才会相信。嫂子，我知道你有怨气，这样吧，你打我行了吧？你打我，等你气消了，我们再坐下来好好谈。打你？我怕脏了我的手。你拿工具打我，拿鸡毛掸子打我，你拿皮鞭抽我都行，只要能跟泽凯和好，我受一点伤没关系的。不可能了，周泽凯！从你签下离婚协议的那一刻起，我的心就已经死了。老婆，我是真的舍不得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当你把财产给这个女人的时候，你有想过父母吗？你有想过我和女儿吗？现在你身无分文了，然后要为了跟我和好，我告诉你，晚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原谅你。老婆，我不是身无分文，
老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这些黄金都交给你保管。这些黄金都是真的啊？哎，不对啊，泽凯，公司的法人你不是已经转给我了吗？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这个你就别管了。我真的已经回心转意了，这些黄金代表了我的真心。你真的和这个狐狸精断干净了？老婆，人你也收拾了，钱也回来了，就原谅我吧。这么多黄金你都给了我，他真的能同意吗？张淑娜是真心来给你道歉的，公司法人都能还给我，何况这些金条啊？戏演全套，等过了这个坎儿，周泽凯，我要你加倍奉还。对对对，我同意，我当然同意了。我早就说过嘛，我今天来是特意给嫂子你道歉的。泽凯，我没想到你真的能回心转意，刚才我还以为你们只是在演戏呢。对不起，老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回来就好。那个，那个泽凯啊，你看你们现在既然已经和好了，那公司的法人能转给你了吧？你刚刚就一直吵着要把法人转给泽凯，为什么这么怕当法人？怕吗？我当然没有啦。我是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们，我内疚，对，我内疚。老婆，你看他刚才的表现，明显就是真心实意的来给你道歉的吧？张淑娜，你现在跟我回趟公司，重新起草一份法人转让协议。好，好，好。老婆，你在家好好等着我，我办完事就回来。淑娜，周泽凯，你居然还好意思回公司呀？当然，你心爱的舒娜马上就要把公司还给我了，我不能回来吗？什么？舒娜，他说的不是真的吧？跟你没关系，你赶紧滚！舒娜，你听我说，你一定不能把法人给他呀！我们已经失去了孩子，你再把法人给他，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舒娜。看来有些人还想再被反击。陈亮，你够了，别在这捣乱，懂个屁啊！泽凯，经历了这么多，总算能把法人还给你了，你快先进吧。你好，周氏集团涉及严重商业欺诈，现在我们要将这里查封。你好，周氏集团涉及严重商业欺诈，现在我们要将这里查封。查封？同志，你搞错了吧？我们可都是守法经营的呀！废话少说，这是查封令。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封查令。哦。我知道了，他们都是你周泽凯请来的演员，是不是？目的就是为了把我和舒娜赶出公司，对不对？陈亮，你不是自诩 MBI 高材生吗？怎么连这点商业常识都没有？周泽凯，老子还会上你的当呢！舒娜，你看到了吧？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签那份该死的法人协议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抓紧时间给老子滚蛋，否则报警抓你们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签那份该死的法人协议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抓紧时间给老子滚蛋，否则报警抓你们！干嘛？救命啊！打人了！闭嘴！打人了！暴力抗衡，还敢胡说八道，小心告你妨碍公务！这是不是你们集团的员工？同志，你们误会了，他已经被开除了。我不管他是不是，这是查封令，今天我就要查封这里。不会吧？
这么快？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查封了？你们谁是周氏集团的法人代表？他，周泽楷，他才是公司的法人。周泽楷，他才是公司的法人。周泽楷，终于把大麻烦甩回给你了。周泽楷，你涉嫌严重商业欺诈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他们要来啊，所以你才会处心积虑的把法人还给我。想不到吧？千算万算，你终究还是斗不过我。是我太小看你了。舒娜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等他进去了，我再慢慢跟你说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假装。论演技，我就没有输过谁。不过要怪呢，还只能怪你太心慈手软。我都把你骗成这样了，你居然还傻傻的相信我。难道你之前说的那些话，下的跪，打掉的孩子都是假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为了让你签这个法人，我可是付出了血的代价。当然是真的。为了让你签这个法人，我可是付出了血的代价。不过，一个混混的野种，打也就打了。舒娜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的孩子呀？那可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啊，舒娜！我呸！要不是我帮你介绍工作，你现在还在大街上当混混呢。你说爱我，不过是从老娘身上能捞到好处吧？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我算是看清楚了，我现在呢，只跟钱最亲。周泽楷，虽然我从你身上没有捞到好处，不过幸好，现在进去的是你，不是我。精彩，果然精彩。不愧是经历过商场风云的男人，死到临头了，居然还这么震惊。不过男人终究是男人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你终究还是玩不过我。张淑娜，你可真够狠的啊！新欢旧爱，一个也逃不脱你的魔爪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你们落得今天这个下场，终究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先别这么着急下定论了，进去的是谁还不一定呢。死到临头还在嘴硬。什么？什么？周泽楷，你签的居然是我的名字！我就说嘛，你别高兴得太早。你敢阴我？这点手段都没有，怎么纵横商场10几年啊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签的东西你连看都不看？什么？法人不是周泽楷，而是舒娜。那被带走的就是舒娜了。哎，舒娜，怎么办呀？张淑娜小姐，现在证明你才是周氏集团的法人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等等，陈亮，陈亮，你救救我！舒娜，你要我怎么救你啊？你把那个公司的法人转给你，你就能救我了。舒娜，这样真的能救你吗？陈亮，你这个绝世大情种表现的机会到了，签了他就能救你心爱的那周泽楷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害得舒娜现在就要被带走。你们以为侵吞我公司的财产，夺走我的法人，就能够抢走我的所有财产？这种想法真的是太天真了。舒娜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签下公司法人转让协议的那天起，我发现公司的负债杠杆太高了，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。哦，怪不得你这么着急把法人转让给周泽楷，原来你接了一个这么大的麻烦。舒娜，那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呀！你早点告诉我，我帮你想办法嘛。早说，得了吧！你就是个草包，你能帮上什么忙啊你？
这不可能啊，绝对不可能！就算公司负债了，你也不可能1毛钱都没有吧？哎，对，我们可以把公司的剩余债务全卖了，这样应该就够还债务了吧？啊，不懂了吧？这招叫做金蝉脱壳。啊，金蝉脱壳？我的公司体量很大，为了维持运营，我增加了很高的杠杆，为此运营起来非常艰难。正发愁的时候，苏娜主动送上门来了。于是，一个完美的顶缸计划诞生了。我假意配合你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为此，我不惜和父母断绝关系，和我的妻子离婚，为的就是让你上。这么说，这个公司法人是你故意给舒娜的？这个公司法人是你故意给舒娜的？不瞒你说，公司的30亿优质资产我早就转走了，剩下的都是一些负债。谁是法人，你就要替他负责。陈亮，你救救我！快，法人传给你。大青种，你不是很爱娜娜吗？那你一定愿意为她坐牢了。考虑清楚。臭婊子，想让我替你背锅，想让我坐牢是吧？没门儿！陈亮，你不是说你会永远爱我吗？我呸！老子当初真是瞎眼看上你。泽凯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不能坐牢。你不能坐牢，那你就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替你坐牢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原谅我。原谅你？你侵吞我公司财产，闹得我妻离子散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会原谅你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看在我们曾经那么快乐的份上，你救我一次，你就救我一次行吗？有句话挺俗的，但是我觉得特别适合你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没有实力还硬伤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抓他！周泽凯，他才是骗子！周泽凯，我坐不坐牢无所谓，但是你好不到哪儿去。怎么说？据我所知，你父母还在住院，你跟你老婆也还没有复婚，还有你的那些员工，走的走，散的散，你终究不过是个失败者。你说的他们啊，在你签完转让协议之后，我就把真相告诉他们，其他的给你演戏罢了。周泽凯，我现在家庭和睦，还有，我早就新成立了一家公司，重新雇佣了他们，现在他们的薪酬是以前的3倍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怎么可能？事到如今了，你怎么还是不相信？啊？30亿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我早跟你说过，我把优质资产全都转移走，不相信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张初娜，希望你在里面好好反思，别再做害人害己的事。带走，走。爸妈，老婆女儿，这一世我永远也不要和你们分开。